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万代肉魂出品的 EVA 2.0 的初号机。我在小时候啊做了一大堆的那个盗版的 HG 的国产田径战士啊，那真是给我的身心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而这次啊，时隔17年之久，现在来体验这个新时代的 EVA 的周边，我还真挺激动的，做的还非常的精致，就感觉。但从身材比例上来说呢，这款初号机就看上去拘束器比较小。基于新版的设定来说呢，这个紫色配上荧光绿特有的这个经典配色啊，确实是新剧场版的初号机。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很多联名的产品都非常的时尚和好看，甚至就不是联名啊。同时呢，我到手的这款肉魂初号机啊，会稍微有一些上色的中奖，有一些明显的机器的瑕疵啊，有点遗憾。并且仔细看呢，也可以发现这款的细节啊，就更接近于新剧场版破的造型啊。我是没想到新剧场版的这个整体的设定的身形轮廓比例啊，是往老剧场版那个更接近人类的体型去制作了。因为我心目中最帅的造型啊，就是 TV 版中经常在战斗的时候出现的那种特有的又纤细又凶猛的那种夸张的造型啊。作为还原破设定的初号机呢，这次肉魂肩部啊这个图案它下面是有一个比较尖锐的三角形的，而肩部的护甲这里呢有一个收窄的轮廓走线，而手臂上这个黑色的护甲也有延伸到手背上，而脚背上的绿色护甲呢这个散热孔的位置啊，也都是破独有的设计特点了。而且呢，胸部、裆部以及脊柱啊，都使用了破特有的枪铁色的配色。但是呢，初号机胸口上方是有紫色条纹的，而在这款玩具中呢，却没有做出来，并且可以看到嘴里暴走状态的机械状牙齿啊，就既不像破里面是整齐的人的牙齿，也不像续里面是那种密集的不规整的牙齿啊，就反而更接近于 TV 版的造型。所以呢，我觉得也挺好啊。作为老观众的我来说呢，就更加的亲切了。而且这次的眼部的涂装啊，还是个金色，就挺好看的。来看到鞋底 ，EVA 系列都有那种特定的运动鞋的那个条纹啊，这里也是完美还原。甚至新剧场版续里啊，它夜间作战有特有的那个绿色荧光效果嘛，这里我们用紫光灯一照，帅。但是对于小比例甚至是所有的 EVA 周边来说呢，我几乎就是一个新手啊，毕竟这么多年也没怎么玩过，就这样来玩赏也未免太浅显了一些啊。这里呢，我就有请到了机甲类，尤其是 EVA 周边的深耕玩家飞灰飞面。来看看作为高中就买过肉魂 1.0 的老玩家的飞灰来说呢，他的第一印象会是如何？直接说，我来给你理一下，我直接问啊。那它做工什么的有什么提升吗？其实整体的关节紧致度非常的可靠，分色涂装什么也是对，非常工整。然后我因为本身也玩了吗啡和海洋堂，整体比较的话，万代的做工应该是首屈一指的，就相对来说在同比例里面。对，首先2.0拿到手的时候，发现它的材质已经由1.0的软胶变成了现在的硬塑胶，然后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比较结实耐用。包括身上的分色呢，也变成了分件处理，这样有效避免了工厂涂装翻车，然后也避免了1.0绿色涂装容易变脏的这个问题。那个1.0是不是嘴是张不开的？对1.0是需要通过头部替换，然后现在2.0对2.0是直接张开的一个机构。OK， 接着我们就把玩起来。这里脖梗与头部的连接就非常美妙，拉起头部就有一个联动效果啊，并且把头往下按，背后还有设置一个防穿帮的紫色护甲。而手臂的部分呢，在保持肩部拘束器不动的前提下，手臂是可以做到一个90度的抬起的，并且上臂呢也是独立于肩部内构啊，可以做一些轻微的平转。肩部与胸部之间也可以做一定范围的转动和拉伸啊。而手肘的部分呢，平时是有一个120度左右的可动范围的。但如果我们把上臂的肘关节稍微拉出，我们的初号机啊就可以自摸到这个肩部拘束器了。哦对了，胸部的小护甲呢也是可以展开的。胯部的关节呢有个下拉，但是大腿侧板呢就受到装甲的影响啊，只有一个大概40度左右吧。但是前后扭转的劈叉呢倒是非常的逆天啊。但是说了这么多优点啊，我还是要再来请教一下飞灰大佬。那2.0在可动上面和1.0这个有什么区分呢？2.0在那个胯部进行了优化，取消了1.0非常容易穿帮的一个胯部结构，就美观度上是提升了，但是在可动性上却打了折扣。现在只有这么大概的一个幅度，其实相对来说还是不太够用的。听说2.0天赋结构有很大的改进啊，这个是好还是坏呢？这个好坏以我个人来看的话，它是一个退步的设计，就相对于1.0的，它的肩部的肩甲拘束器是直接固定在身体上的，所以它不会跟随手臂的摇摆来进行一个位移。然后呢，在动画里面以及新剧场版原设定，它这个拘束器是整体朝向的，它不会跟着手臂进行摇摆，所以它在进行奔跑的时候就会出现比较尴尬，就是拘束器的角度会随着变得很大。对，它这样会其实很奇怪。它这个跟海洋堂是类似的，其实当时海洋堂也是类似的设计。也就是说，只有在 Road 魂 1.0 里面才有更好的一个设计。对，1.0包括那个兽屋和吗啡，其实都是保持着拘束器在身体上，然后你手臂怎么动的话，它其实不会有个很大的位移。明白了。OK， 咱们再来看一下各色配件。首先就是展开状态露出高频粒子小刀的肩部拘束器啊，初号机一个正在抓取武器的动作啊就可以展现出来了。但是呢，仔细看就左右手啊都有点够不着啊，就拘束器的方向呢也做不到正确，就并不能还原动画中那个特有的姿态啊。接着就是高振动粒子刀，非常现代的改进的一个设计。
步枪呢倒是挺简单的，橙心色加一丢丢黄色的小点缀。而标志性的出号机的独角呢，这里给了一个同样硬质的替换件啊。充电的插头给了很长的一段可塑性的软管，而插头和尾部的小连接线都是金属的塑料橙心色，一般般。这里啊，把插头插在 EVA 的背部，一个正常作战的姿态啊就摆出来了。接着就是一个限量的魂支架赠品啊，通过套件特别附带的接头呢，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个魂支架，让出号机做出更多、更大幅度的稳固的悬空动作啊。接着呢是做的很难看的这个 AT 立场的透明件，通过专用的支架呢，我们就可以让出号机做出一个手撕立场的姿势了。但是怎么看啊，这个肉魂的 AT 立场都确实没有2G 出号机给的那个亮片版本的好看啊。而造型手呢，这款出号机倒是给了不少啊。小比例的成品里啊，其实还不只有万代一家在做 EVA， 这里我还是得请教一下飞灰大佬，来延伸一下各品牌线的优缺点。刚才说了，万代是做工非常精细嘛，那 Mafex 和海洋堂有什么优缺点的表现？Mafex 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形极其的标准，几乎是从动画里走出来的样子。除了这个形，其他的基本上是没什么优点，而且涂装比较垃圾，做工也很垃圾。海洋堂呢，就是极具风格化的一个造型，它摆起动作来十分有张力。其他的话，有点做工什么的也非常的糟糕，造型是比较风格化的，就是大概比较夸张，对，比较夸张。然后关节上是可替换的，所以随便玩，可以赖玩。OK， 视频拍摄到现在啊，这款肉魂出号机全身都还是挺紧实的，所以综合做工或者把玩来说呢，小比例的系列里或许二魂真的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呢。当然，根据飞灰的经验分享来说呢，其他品牌的 EVA 也是各有特色啊。我觉得大家还是根据自己心目中看中的那个特色来买，反而可能会更好。也是感谢这次飞灰的科普啊，那就本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